在遥远的南半球，澳洲的阿德莱德北边有一个叫做高乐的小镇。在这个低调的小镇，藏着一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你脊背发凉的地方，它叫做亡灵的通道。我刚才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就是这里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路牌？上面竟然写着这个公园在太阳下山、夕阳的时候就会关闭了。难道是传说中的逢魔之时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在澳洲很闲的雅翰，感谢你今天点开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高乐。高乐这个小镇位于阿德莱德北边，开车大约1小时左右的地方。在100多年前，这里可是一个战略要地。想当年，英国人刚登陆澳洲，一船一船的人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，从海岸线一声声的走到内陆去殖民。而高乐就是专门设计给那一些走断腿的旅人，还有累瘫的官员们落脚休息用的地方。说白了，这里就是19世纪版的高速公路休息站，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卖肉派，就已经有死人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名，叫做 Dead Man Pass。为什么叫 Dead Man Pass 呢？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死亡通行证，然后或者是亡灵通道。究竟是为什么叫这个地名呢？让人百思不解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这里有很多遛狗的人，然后还有很多小孩在散步。感觉是一个合家欢乐的地方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那我们就继续走下去，一探究竟吧。Let's go！ 故事得从18世纪开始说起，有一个探勘队在这里扎营，一切看起来都很祥和，直到他们偶尔发现了一棵树，一棵看起来有一点点怪怪的树。据说那棵树呢，敲起来声音都不对劲，好奇心害死猫，不对，是害死了这棵树，因为探勘队的队员就把它给砍了。结果呢，树里面竟然站着一具男人的尸体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站着，不是坐着，也不是躺着，而是像大树一样直挺挺的站在里面。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轰动，它甚至上了当时阿德莱德的报纸。想想看，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，这个八卦肯定传遍大街小巷。有人说他是走失的水手，也有人怀疑他其实是被害的，因为他的衣服上有血，口袋被翻过。各位观众，这线索都这么明显了，结果当时的警察却一句话也没有查，直接跟你说这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好家伙 Deadman 事件从此名留青史，还顺便把这个休息站的名字给改了，你说冤不冤啊？所以来到这个亡灵的通道，当然就是来找找看当年那一棵藏尸树啊。不过这里的树都长得那么粗，随便砍一棵感觉都可以藏一个人。等等，我是不是现在有点太认真了？如果万一被我找到了，我会不会晚上睡不着觉啊？关于这具被塞进树里的尸体，没有任何的官方记录，也没有当年警察的调查报告，就好像突然蒸发了一样。但奇怪的是，坊间却流传着一段完整到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版本，这个细节甚至比我昨天晚上吃的晚餐还要清楚。据说这名男子是在1820年由一支探勘队在路上捡到的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是捡到的。他满身是伤，虚弱到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名字还有身份都问不出来，只能靠着牛车大便车跟着队伍前进。但走着走着，这位老兄却断气了。好不容易搭到便车，结果人没了。问题来了，地太硬，没有办法挖墓。怕尸体又被野狗啃食，探勘队们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世纪绝招。他们把它直立的塞进一棵树干，用树皮、泥巴、石头封好，从此之后成为了南半球最离奇的直立树葬。Several days later， 这件事情本来没有人知道，结果几年后，另外一支探勘队伍经过了这里，误打误撞的又打开了那一棵树。身份成谜，死因成谜，一切都成了问号。更奇怪的是，明明细节这么的完整，但是司法队们却没有调查，也没有人想调查。不过这里虽然叫做 Deadman Pass， 它也的确出现了不少的灵异故事。例如有一次有一个小孩，他在骑脚踏车的时候，突然间耳边出现了一个声音，叫他向右转，然后他就马上向右转，结果就撞到树飞走了。出去送医之后，他说他在耳边听到有一个
奇怪的声音叫他向右转，但他的朋友说你应该只是转得太惨了，所以连 NPC 都在你脑海中出现了啦。空心树干里面的神秘尸体、凭空冒出来的奇怪声音之外，据表示这里还有不少人看过穿着19世纪服饰的女人在这里徘徊，还有人体验过好像脚突然被抓住的那个感觉。另外也有不少灵媒来到这里探索以及拍摄灵异影片。除了尸体还有灵异事件，这个公园还有一个彩蛋，发现了一个告示牌，上面写的 Farming and mining from the river。我看了前面的景色，这里可以 mining， 它要 mining 什么东西？土吗？所以啊，我觉得这条路啊，应该要叫做死因沉迷之路，而不是什么王者的通行证，还是什么亡灵通道，这实在是太诡异了。跟上集一样，我觉得澳洲人取名实在是太直接，没有创意。Desmond Pass， 不过这个名字还蛮有效的啦，就是大家晚上都不敢过来，感觉是什么鬼地方。咦，开灯啦，什么鬼？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啦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一定要帮我按赞，还有订阅哦，让大数据还有 YouTube 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。那么就这样子啦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Welcome to Australia.